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滚出这个家，永远别回来！父亲方建国的咆哮声震得客厅里的水晶吊灯都在颤抖。我方志远站在客厅中央，身上还穿着昨晚的衣服，脸上一道明显的巴掌印。爸，我真的没有偷公司的钱。我试图解释，但声音在这个我生活了25年的家里显得如此无力。没偷？那监控里的人是谁？那张银行卡是谁的？母亲林美华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摞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，300万，整整300万。志远，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弟弟方志成靠在楼梯扶手上，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冷笑。他今年23岁，比我小2岁，但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而我一直被当作家里的废物。妈，别叫我妈！林美华厉声打断我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。我看着这个生活了25年的家，心里涌起一阵苦涩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得不到父母的认可。成绩好了，他们说是理所当然；成绩不好，就是我不争气。弟弟方志成打架闹事，他们说是孩子天性；我稍微犯点错，就是品行有问题。把卡还回来，立刻从这个家滚出去！方建国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方家的人。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银行卡，看着上面方志成3个字，心里一阵刺痛。这张卡根本不是我的，但是父母却一口咬定是我偷的。这张卡是志成的。我最后做了一次尝试，胡说八道。志成的卡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方建国一把夺过卡，志成，你过来。方志成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无辜的表情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？这明明是你从公司转账的卡，怎么能说是我的呢？我指着方志成，手在颤抖。够了！方建国一挥手，立刻滚！我环视了一圈这个家，客厅里摆着我们全家的照片，但现在看来，那些笑容都显得如此虚假。我转身走向门口，每一步都走得很重。等等！母亲林美华叫住了我，把钥匙留下。还有，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们买的，把它们脱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母亲能狠到这种地步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房门钥匙，放在门口的鞋柜上，然后脱下身上的外套，只穿着一件白色 T 恤，还有手表、手机、钱包。林美华步步紧逼，我摘下手表，掏出手机和钱包，一一放在鞋柜上。钱包里有我仅有的800块钱，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。妈，钱包里的钱是我自己的。自己的？你哪来的自己的钱？这些年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你有什么是自己的？林美华冷笑着，滚吧，永远别让我们再看到你。我打开门，外面是夏日炎炎的午后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，方志成正站在落地窗前，冲我做了个拜拜的手势，眼中满是得意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我站在走廊里，才发现自己竟然无处可去。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25年，除了这个家，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。朋友，那些所谓的朋友，都是冲着方家二少爷的身份来的。现在我被赶出家门，谁还会理我？我走下楼，来到小区门口，看门的王大爷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小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王叔，以后别叫我小少爷了。我苦笑着，我已经不是方家的人了。王大爷听了，脸色一变，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去，不再看我。我走出小区，站在马路边，这里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只有一张公交卡，还有几个硬币。我上了一辆公交车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坐着。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地掠过，我看着那些匆忙的行人，突然觉得他们都比我幸福，至少他们有家可回，而我从今天起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。车子到了终点站，司机催促我下车，我走下车，发现这里是城郊的一个工业区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在路边找了个台阶坐下，肚子开始咕咕叫。我才意识到，从昨晚到现在，我什么都没吃。我数了数身上的硬币，总共4块5毛钱，连一碗面条都买不起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方志远先生吗？是的，您是？我是天正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，有件事需要和您面谈，是关于您的身世的。身世？我愣了一下，什么身世？电话里不方便说，您能来一趟吗？地址是……我记下地址，发现就在不远处。虽然不知道这个律师找我干什么，但现在的我除了好奇，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天正律师事务所位于一栋商务大楼的18层，虽然已经是晚上8点，但里面依然灯火通明。我坐电梯上去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接待我的是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穿着笔挺的西装。他的桌上放着一个铜制的名牌，张正明律师。方先生，请坐。张律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坐下，直接问道：您找我有什么事？张律师打开桌上的一个档案袋，取出一份文件。方先生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您知道自己的出生医院吗？当然知道，是人民医院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那您见过自己的出生证明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从小到大，我确实没见过自己的出生证明。每当我问起，父母总是说放在保险柜里，不方便拿出来。看来您没见过。张律师点点头，把文件推到我面前。这是我们最近接到的一个案子，关于25年前市人民医院发生的婴儿报错事件。婴儿报错，我感到脑袋里一阵轰鸣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25年前的7月15日，市人民医院同时有2个男婴出生，一个是富商林国强的儿子，一个是普通工人赵铁柱的儿子。但由于护士的疏忽，2个孩子被报错了。张律师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我的反应。方先生，您的生日是7月15日吗？我点点头，感觉心脏跳得很快。那么，根据我们的 DNA 检测报告，张律师取出另一份文件，您很可能就是被报错的孩子之一。您是说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您的生物学父亲是林国强，也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而您现在的父亲方建国抱走的是别人的孩子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林氏集团，那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房地产集团，资产上百亿，而林国强更是这个城市的首富。您确定吗？我问道。99.9%的确定。张律师说，林先生在3个月前查出了肝癌，时日不多。他在整理遗产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。经过多方调查，我们确认了您的身份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林先生想见您。张律师看了看手表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。他正在医院里等您。我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。不是因为钱，虽然钱很重要，
而是因为我需要知道真相，我需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我这25年的人生到底是什么。张律师开车带我去了市中心医院，在 VIP 病房区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林国强。他躺在病床上，看起来很虚弱，但眼神依然锐利。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，他直直地盯着我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太像了。他颤抖着声音说：志远，你就是我的儿子，林先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，叫我爸。林国强挣扎着要坐起来，被护士阻止了。孩子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。我站在病床边，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。他说我是他的儿子，但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。25年的父子情，不是一句话就能建立起来的。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我问张律师。出来了，99%匹配。张律师把检测报告递给我。方先生，您确实是林先生的亲生儿子。我看着那份检测报告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和专业术语我看不懂，但最后的结论很清楚，被检测人与委托人为父子关系。孩子，你愿意认我这个父亲吗？林国强看着我，眼中满含期待。我沉默了很久。今天早上，我还是方家的二儿子，虽然不受宠，但好歹有个家。现在我变成了林家的独子，身价1000亿的继承人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说，我理解。林国强点点头，但孩子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医生说我最多还有3个月。3个月，我心里一震，这是我的私人账户。林国强从枕头下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5000万，你先拿着用，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父亲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我看着那张银行卡，想起了早上被父母夺走的那张卡，同样是银行卡，但意义却完全不同。还有这个，林国强又掏出一把钥匙，这是市中心华府豪庭的钥匙，那套房子有800平，现在是你的了。华府豪庭，我知道那个地方，这个城市最豪华的别墅区，随便一套房子都要几千万。我不是为了钱。我说，我知道。林国强笑了，但你是我的儿子，这些本来就是你的。张律师在一旁说，林先生已经修改了遗嘱，您将继承林氏集团的全部股份，以及所有的个人财产。全部股份？我愣了一下，那林氏集团的其他人知道吗？还不知道。林国强说，我想先见到你，确认了身份再说。明天我会召开董事会，正式宣布这个消息。我想象着明天新闻头条的样子，震惊，林氏集团继承人竟是他。孩子，你今晚就去华府豪庭住吧。林国强说，明天我们再详细谈。我拿着钥匙和银行卡，感觉就像在做梦。几个小时前，我还是被家人赶出家门的废物，现在我却成了这个城市最有钱的人。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，那个被方家抱走的孩子呢？你是说方志成吗？张律师说，他确实是赵铁柱的儿子。明天我们会通知他们这个消息。方志成，我想起他今天得意的笑容，想起他诬陷我偷钱的嘴脸。明天他就会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冒牌货，而我将会成为他们永远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华府豪庭的别墅比我想象的更豪华，3层楼的独栋别墅，带有私人花园和游泳池。当我用钥匙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客厅里摆着价值不菲的真皮沙发和水晶茶几，墙上挂着几幅看起来就很贵的油画。我走上楼，推开主卧的门，看到一张足有3米宽的大床，
还有一个衣帽间和独立的浴室。我躺在那张大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精美的吊灯，还是觉得不真实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我看了看号码，是张律师。方先生，有个消息要告诉您。张律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。林先生决定明天上午10点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公布您的身份。这么快？林先生的病情比较严重，他希望尽快处理好这些事情。另外，我已经安排人给您送了一些衣服过去。明天的场合比较正式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窗边，俯瞰着这个城市的夜景，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。而明天，我就要以一个全新的身份站在所有人面前。我想起方建国和林美华，想起他们今天赶我出门时的嘴脸，还有方志成，那个得意洋洋的冒牌货。明天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个真相？第二天早上，我穿上张律师送来的手工西装，站在镜子前。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气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血统吧。上午9点，我和张律师一起去了医院。林国强的精神状态比昨天好了一些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眼中闪过一丝自豪。孩子，你很帅，他说，完全继承了林家的好基因。爸，我第一次这样叫他，虽然还有些别扭。林国强眼中含着泪花。好孩子。10点整，新闻发布会在医院的会议室举行，来了10几家媒体，现场还有林氏集团的几个高管。我坐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闪烁的相机和摄像头，心里还是有些紧张。林国强坐在轮椅上，被推到台前，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同事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。台下立刻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什么爆炸性的新闻。25年前，我的儿子在出生时被医院报错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哪里。直到3个月前，我查出肝癌，在整理遗产时才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台下开始有人窃窃私语。经过 DNA 检测确认，这位是我的亲生儿子林志远。从今天起，他将是林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林国强指向我，台下的相机镜头全部转向我这边。我站起来，对着镜头点了点头。一个记者立刻举手提问：林董事长，请问您儿子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哪里？他一直生活在方家。林国强说，方建国夫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了25年。又有记者问，那方家的儿子方志成呢？方志成确实不是方建国的亲生儿子，但这不影响他们的父子感情。林国强很委婉地回答。记者们开始七嘴八舌地提问，我一一回答。有人问我对突然变成亿万富翁有什么感想，有人问我会如何管理林氏集团，还有人问我对方家有什么看法。我的回答都很官方，很客气，但心里却在想，等下记者们冲到方家门口的时候，那一家人会是什么表情？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我的手机就没停过，各种记者想要采访，各种朋友想要联系，我把手机关了，陪林国强回到病房。孩子，接下来的路可能不好走。林国强握着我的手说，林氏集团内部情况复杂，有些人可能不服气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说，还有方家那边。林国强欲言又止。爸，您放心。我说，我心里有数。下午3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但我知道是谁打来的。志远。电话里传来林美华颤抖的声音，请叫我林志远。
我冷冷地说：“志远，我们看了新闻，林美华的声音都在哭，这是真的吗？您觉得呢？”志远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知道你是林家的孩子，绝对不会什么，不会把我赶出家门，不会让我把衣服脱了，不会连800块钱都不让我拿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志远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原谅？我冷笑。昨天你们不是说永远不想再看到我吗？现在又想起我了。志远，你毕竟在我们家生活了25年，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感情？我打断他。什么感情？被怀疑、被指责、被嫌弃的感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挂了。等等，林美华急急地说：“志成想和你说话。”我等了一会儿，电话里传来方志成的声音，但语气完全变了，变得小心翼翼。哥，志远哥，有事吗？我想说对不起，昨天那件事是我陷害你的，那张银行卡确实是我的，里面的钱也是我从公司转出来的。哦，我的反应很平淡。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不会真的不认我这个弟弟吧？弟弟？我冷笑。我们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有兄弟感情啊。感情？你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兄弟感情？我当时鬼迷心窍。够了，我打断他。方志成，你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方家的事与我无关，我林志远的事也与你们无关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并且把这个号码拉黑了。3天后的上午，我坐在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，听着各部门经理的工作汇报。虽然我对企业管理还不够熟悉，但林国强安排了几个老员工协助我。我正在翻阅财务报表，秘书小李敲门进来：“林总，楼下有几个人说要见您，其中有方建国先生。”我抬起头，他们说什么事？没说，只是说想见您一面。我看了看手表，上午10点半，让他们到会议室等着。我10分钟后过去。10分钟后，我推开会议室的门，方建国、林美华还有方志成3个人拘谨地坐在那里。看到我进来，3人立刻站起来。志远，林美华眼圈红红的，显然哭过。林总，我纠正他。会议室里一阵尴尬的沉默。我坐在主位上，示意他们坐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开门见山。方建国清了清嗓子：“志远，我们来是想跟你道歉的。”道歉？我靠在椅背上。道什么歉？我们不应该那样对你。方建国的声音很小：“如果我们知道你的身份，如果知道我的身份，你们就不会赶我出门了，对吗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也就是说，你们道歉不是因为做错了事，而是因为踢到了铁板。3人都低下了头。志远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养了你25年。林美华试图找回一些底气。这份恩情，我冷笑。养我25年是恩情，那我在方家当了25年的出气筒，又算什么？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是吧？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那天晚上，方志成拿着公司的钱去赌博，输了300万。第2天，你们发现了，他说是我拿的，你们就信了，连核实都不核实一下，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这也不是故意的。方志成脸色刷白。哥，别叫我哥。我转过身。方志成，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了吗？方志成点点头，眼中含着泪。我知道了，我是赵铁柱的儿子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亲生父亲？
方志成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不敢回去。赵铁柱是个建筑工人，老婆早年去世，现在一个人住在城郊的老房子里，条件艰苦，哪有方家的舒适生活？志远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毕竟有25年的感情。方建国说：“你看，能不能？能不能什么？”我问：“能不能看在这份感情上，帮帮我们？帮什么？”方建国和林美华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小声说：“志成在外面欠了不少钱，那些债主天天上门要债。”我明白了，方志成不仅从公司转走了300万，在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他们没办法，只能来求我。欠了多少？我问。800万。方建国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800万。我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。方志成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方志成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你们想让我替他还债？我问。志远，我们知道这个要求过分了。林美华哭着说，但志成毕竟还年轻，如果被那些人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冷冷地打断他，他是方志成，不是林志远，他的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志远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林美华情绪激动起来，他叫了你25年哥哥，25年哥哥。我冷笑，那他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这25年，我们愿意把房子卖了还债？方建国突然说，但是还不够，我们想向你借一些钱，以后一定还。借钱？我看着他们，你们拿什么还？方建国，你今年58岁，还有2年就退休了。林美华，你在银行做柜员，一个月工资4000块，你们拿什么还我800万？方建国的脸涨得通红。志远，我们可以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？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不缺人伺候。我回到座位上坐下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。志远，林美华突然跪了下来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志成吧！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你弟弟啊！看到林美华跪下，方建国和方志成也跟着跪了下来。林总，求求您了！方建国的眼中也含着泪。志成如果出了事，我们一家人就完了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3个人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3天前，他们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，起来吧。我说，跪着解决不了问题。3人慢慢站起来，眼中都带着希望。我可以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说，3人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，但是有条件。我继续说道。什么条件？只要我们能做到。方建国急忙说，第一，我要你们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公开道歉，承认这些年对我的不公正待遇，承认是方志成陷害我。3人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第二，从今以后，方志成必须改回自己的真实姓名赵志成，并且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生活。方志成脸色刷白。哥，不，志远哥，这是条件，不接受就算了。我冷冷地说。第三，你们必须在公开场合承认，这25年来是你们占了我的便宜，而不是我欠你们的。方建国和林美华的脸都青了。这3个条件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答应了，我帮你们还债；不答应，请离开。会议室里安静的针落有声。方建国和林美华对视了很久，眼中都是挣扎。最后，还是方建国开口了：“志远，我们答应。”爸！方志成惊叫出声：“您不能答应啊！让我改名字，还要我回到那个……闭嘴！”方建国厉声打断他：“都是你惹的祸。”方志成满脸绝望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好，
我点点头，拿起桌上的电话：“小李，联系各大媒体，今天下午3点在公司大楼前举行记者招待会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看着3人：“下午3点，你们准时到场。记住，我要的是诚恳的道歉，不是敷衍了事。我们知道。”方建国点头。还有，方志成，从今天起你就叫赵志成。我已经让人联系了你的亲生父亲赵铁柱，他下午也会到场。方志成的脸更白了。我们先走了。林美华站起来，看起来很憔悴。等等，我叫住他们，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们。这些年你们在方家生活的费用，包括房子、车子、方志成的学费、生活费，按理说都应该还给林家。3人瞬间僵在那里。不过我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，我继续说，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按照我的条件做，这些钱我就不要了。3人如释重负，连连点头。下午3点，林氏集团大楼前聚集了10几家媒体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和无数的摄像头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我指向台下的方建国一家3口，他们有话要对大家说。方建国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，他的手在颤抖，声音也有些发颤。各位朋友，我是方建国，我今天要公开道歉。台下的记者们精神一振，都拿起了录音笔和相机。25年来，我们把林志远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，但是方建国停顿了一下，但是我们没有给他应有的关爱和尊重，我们偏心小儿子，对志远经常指责和埋怨。3天前，我儿子方志成赵志成赌博欠债，把责任推给了志远，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志远赶出了家门，还不让他带走任何东西。台下开始有议论声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深深的错了。方建国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。林志远，对不起，这25年来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接下来轮到林美华，她哭着走上台。我也要道歉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没有给志远母爱，反而经常苛责他。3天前，我让他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，连800块钱的生活费都不让他拿。我不是人。说到这里，林美华已经泣不成声。最后是方志成，现在应该叫赵志成了。他走上台，脸色惨白。我叫赵志成。3天前，我在赌场输了300万，是从公司账户转出来的。为了逃避责任，我陷害了志远哥，说钱是他拿的。我不是人。台下的记者们疯狂地拍照和摄像，这绝对是今年最爆炸的新闻之一。这时，一个老汉挤过人群走上台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手上全是老茧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工人。志成，老汉看着赵志成，眼中含着泪。孩子，我是你爸爸，你的亲生父亲赵铁柱。赵志成看着这个陌生的老汉，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。从锦衣玉食的富二代，突然变成工人的儿子，这种落差任何人都难以接受。孩子，跟爸回家吧。赵铁柱伸出长满老茧的手。赵志成看了看方建国和林美华，又看了看台下的我，最后还是缓缓伸出了手。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赵铁柱带着赵志成离开了，方建国和林美华也灰溜溜地走了，只有我站在台上接受记者们的采访。林总，您对今天的道歉满意吗？一个记者问。满意，我点头。真相就是真相，早晚会大白于天下。您会原谅他们吗？另一个记者问。原谅是需要过程的，我说。
至少现在，他们已经勇敢地承认了错误。当晚，这条新闻就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，网友们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我，谴责方家的行为太过分了，养了25年就这样对待人家，活该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林志远太大度了，换成是我绝对不会原谅。方志成，不，赵志成这种人就是白眼狼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。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报复成功，而是因为真相终于大白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接到张律师的电话，林先生，赵志成的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，800万已经全部还清。好的，我说，账单发给方建国，让他们知道这笔钱的数目。还有一件事，张律师说，林董事长想见您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我来到医院，林国强的气色看起来更差了。看到我进来，他勉强笑了笑，孩子，坐。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林国强摇摇头，医生说我可能撑不过这个月了。我心里一沉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林国强给了我父爱，这是方建国从来没有给过我的。孩子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林国强说，关于林氏集团内部的情况，公司里有几个人你要小心。林国强的声音很虚弱，但表情很严肃。首先是副总经理林建华，他是我的堂弟，一直对继承权不服气。我点点头，认真听着。还有财务总监王雪梅，她跟林建华有一腿，明面上是工作关系，实际上是情人关系。林国强咳嗽了几声，这些年他们没少在公司搞小动作。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问。知道，但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的。林国强握住我的手，孩子，接下来的路不好走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你，我会小心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林国强从枕头下拿出一个 U 盘，这里面有林建华和王雪梅这些年贪污的证据，关键时刻你可以用来对付他们。我接过 U 盘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。爸，您好好休息，公司的事情交给我。孩子，我相信你。林国强闭上了眼睛，你有林家的血统，一定能够撑起这个家业。回到公司，我把张律师叫到办公室，把 U 盘交给他，找个可靠的会计师，把里面的资料整理一份报告给我。明白。张律师接过 U 盘，林总，还有一件事，董事会那边有些声音，说您太年轻，没有管理经验。谁说的？主要是林建华和几个老股东，他们建议设立一个监管委员会，对您的决策进行监督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监督？他们想架空我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张律师点头。明天上午有个董事会会议，他们可能会正式提出这个建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林氏集团的会议室里坐满了董事会成员。林建华坐在我的对面，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。各位，今天召开这个会议，主要是讨论公司未来的管理模式。林建华开门见山，志远虽然是董事长的儿子，但毕竟年轻，没有管理经验。我建议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，由几个资深的董事组成，对重大决策进行把关。几个老董事纷纷点头附和。我不同意。我站起来，林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建的，现在他把公司交给我，我有权决定公司的管理模式。志远，你别激动。林建华假惺惺地说，我们这是为了公司好。你看，你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，怎么能独自管理这么大的公司？谁说我看不懂财务报表？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林副总，要不我们来讨论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？林建华脸色微变，但还是硬撑着说：好啊，那你说说公司去年的净利润是多少？12亿3千万。我脱口而出，但这个数字有问题。林建华愣了一下，什么问题？按照公司的营收状况，净利润应该在15亿左右，少了的那3亿去哪里了？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林建华的脸色刷白。我继续说道：还有，公司账上有一笔2000万的咨询费支出，请问是咨询什么？咨询公司是谁？林建华和王雪梅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慌。这些都是正常的业务支出。王雪梅结结巴巴地说：正常。我冷笑。那为什么这家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林建华的老婆？林建华疼地站起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，这是会计师事务所刚刚出具的审计报告。林副总，王总监，这5年来，你们通过各种手段从公司转走了8000万，胡说八道！林建华气急败坏，你这是诬陷！诬陷！我把文件扔到桌上，证据确凿，还叫诬陷？其他董事都拿起文件看起来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林建华、王雪梅，你们2个太过分了！一个老董事拍桌子，董事长信任你们，你们竟然监守自盗！我没有。王雪梅急忙否认，这些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。正常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咨询费都转到了你的私人账户？王雪梅彻底慌了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我够了！林建华大吼一声。林志远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拿到几份假文件就能诬陷我们？假文件？我冷笑。那我们报警吧，让警察来鉴定这些文件的真假。听到报警2个字，林建华和王雪梅的脸都绿了。林总，我看这件事还是私下解决比较好。一个董事说，毕竟都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我看着那个董事，张董事，您收了林建华多少好处？张董事脸色大变。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！我又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银行的转账记录。林建华每年给你50万的顾问费，请问你给公司提供了什么顾问服务？张董事彻底慌了。我环视了一圈会议室，还有谁想为他们说话？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既然这样，我宣布林建华和王雪梅即日起被开除，所有职务撤销。同时，我会向法院起诉，追回他们贪污的所有资金。你不能这样！林建华急了。我是公司的股东，我有5%的股份。股份？我冷笑。你用贪污来的钱买股份，这些股份本身就是非法的。林志远，林建华彻底撕破脸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林氏集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哦，我看着他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你等着瞧！林建华甩袖而去，王雪梅也跟着离开了。会议室里剩下的董事都老老实实地坐着，没人敢再提监管委员会的事情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我问。没有了。众人摇头。那散会。我站起来。今后公司的所有决策都由我来做，有意见的可以卖掉股份离开。散会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张律师正在等我。林总，处理得很好。张律师竖起大拇指。不过，我觉得林建华不会就此罢休。我知道。我坐下，倒了杯茶。他刚才说林氏集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查过林建华的背景，
张律师拿出一份资料，他除了在林氏集团有股份，还跟几个地产公司有关联，而且张律师停顿了一下，他跟市里的一些官员关系很密切。我眉头一皱，你是说他可能会用其他手段对付我？很有可能，比如说让相关部门找林氏集团的麻烦，或者在项目审批上卡我们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。林先生，您父亲的情况不太好，您能过来一趟吗？我心里一沉，立刻赶到医院。林国强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灰白，呼吸很微弱。看到我进来，他勉强睁开眼睛。孩子，他的声音很小，你来了，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握住他的手，感觉他的手很冰凉。不行了，林国强摇摇头，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。我的眼圈红了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林国强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关爱我的父亲。孩子，公司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处理好了，林建华和王雪梅都被开除了。好，林国强露出一丝笑容，你做得对，爸，您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不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林国强挣扎着要坐起来。孩子，我死后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还有，林国强从枕头下拿出一把钥匙，这是保险柜的钥匙，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文件。我接过钥匙，什么文件？关于你身世的，还有公司的一些机密。林国强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孩子，你要坚强。爸，我看到监护仪上的数字在急剧下降，医生护士冲了进来，开始抢救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那些忙碌的身影，心里涌起巨大的恐慌。半个小时后，医生摇了摇头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林国强走了，我站在病床边，看着这个给了我父爱的男人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虽然我们只相处了短短几天，但他给了我一个家，给了我尊严，也给了我力量。葬礼在3天后举行。作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林国强的葬礼规模很大，来了很多政商界的人士。我穿着黑色的西装，站在灵柩旁，接受着众人的吊唁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方建国和林美华也来了，他们站在人群后面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节哀顺变，一个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，我是市建设局的局长李文华。谢谢李局长。我和他握手。林董事长是个好人，他的离去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损失。李文华说，不过林总，我想提醒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林氏集团在南郊的那个项目可能有些问题。李文华压低声音，有人举报说违规建设，我们可能要过去检查。我心里一动，南郊项目是林氏集团最大的在建项目，投资额超过50亿。如果这个项目出问题，对公司的打击会非常大。李局长，这个举报我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。李文华摇摇头，不过程序还是要走的，希望林总能理解。李文华走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很明显，这是林建华的报复手段，他利用自己的关系，想要搞垮南郊项目。葬礼结束后，我回到林国强的别墅，用那把钥匙打开了保险柜，里面有很多文件，其中一份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是一份 DNA 检测报告，但不是我和林国强的，而是方志成和赵铁柱的。看到检测结果，我愣了。报告显示，方志成和赵铁柱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仔细看了看报告的日期，是1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林国强在确认我的身份后，又对方志成做了检测，
如果方志成不是赵铁柱的儿子，那他到底是谁的儿子？我继续翻看其他文件，找到了一份私家侦探的调查报告。看完这份报告，我彻底震惊了。原来25年前医院里不是2个孩子报错，而是3个。除了我和方志成，还有第3个孩子，而方志成竟然是当年的院长王德华的私生子。王德华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，策划了这场报错事件。他把自己的私生子送到了方家，让方建国夫妇抚养，而真正应该去方家的孩子，也就是赵铁柱的儿子，却被送到了孤儿院。这份报告还显示，那个孤儿院的孩子现在叫李志强，是个街头混混，经常打架斗殴，还有犯罪记录。我放下文件，感到头脑一阵眩晕。这个真相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方志成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以为自己是赵铁柱的儿子，而赵铁柱这个善良的老工人也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张律师的电话。张律师，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调查。第2天上午，李文华带着一队人到南郊项目工地检查，我也赶到现场，看着那些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各种仪器测量。项目经理小王陪在我身边，脸色很紧张。林总，他们说我们的地基不符合标准，可能要停工整改。有这种事？我皱眉，地基是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，怎么会不符合标准？我也不知道。小王摇头，设计图纸都是通过审批的，施工也完全按照规范进行。这时，李文华走过来，林总，初步检查下来，确实有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地基深度不够，钢筋规格也不符合要求。李文华拿出一份报告，这些都是安全隐患，必须整改。我接过报告看了看，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这些所谓的问题都是可以解释的技术细节，但在有心人的操作下，就变成了违规行为。李局长，这个项目的施工图纸都是经过你们审批的，如果有问题，当初为什么会通过审批？我问。李文华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当初审批的人已经调走了，我们也是按照新的标准来检查。新标准？什么时候出的新标准？上个月刚出的。李文华有些心虚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上个月正好是林国强去世前夕，这个时间点太巧合了。李局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检查是谁举报的？这个，李文华犹豫了一下，举报人要求保密。保密？我看着他，那我们怎么知道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？万一是恶意举报呢？这个，李文华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张律师打来的。林总，有个重要发现。张律师在电话里说，我查到了，这次举报是林建华找人做的，而且李文华收了林建华50万。我看了一眼李文华，压低声音问，证据确凿吗？确凿，银行转账记录都有。我挂了电话，走到李文华面前，李局长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李文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谈什么？关于你收受贿赂的事情。我直接说出来。李文华脸色刷白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，这是银行的转账记录，50万从林建华的账户转到你的账户。李文华看到照片，腿都软了。李局长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我说，但如果你继续配合林建华对付我，我只能把这些证据交给纪委了。林总，李文华的声音都在颤抖。
我也是被逼无奈，被逼无奈。我冷笑，收了钱还说被逼无奈。林建华说如果我不配合，就要举报我以前的事情。李文华几乎要哭了。林总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看着这个局长哭丧着脸求饶，我心里有些厌恶，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这样吧，我说，你立刻宣布检查结果没有问题，项目可以继续施工，然后把林建华给你的钱还回去。好，我马上办。李文华连连点头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文华对着项目工地的所有人宣布，经过仔细检查，南郊项目的施工完全符合规范，可以继续进行。那些工人们欢呼起来，项目经理小王也松了一口气。李文华灰溜溜地走了。我知道林建华的第一招算是被我化解了，但他不会就此罢休，肯定还有后招。果然，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工商局的电话，说有人举报林氏集团偷税漏税，要来查账。第二天，税务局的人也来了，说要进行税务稽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各种检查接踵而来，消防检查、环保检查、安全检查，几乎每天都有政府部门的人来公司。虽然最后都没查出什么问题，但这些检查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，员工们人心惶惶，股价也开始下跌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林建华在背后搞鬼。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，动员各个部门来给我施压，但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既然他要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我让张律师收集林建华这些年来的所有违法证据，包括他贿赂官员、偷税漏税、转移资产等等。同时，我也动用了林氏集团的公关资源，联系了几家主流媒体，准备曝光林建华的罪行。2天后，都市早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，前林氏集团副总经理涉嫌贪污8000万。报道详细披露了林建华这些年来的贪污行为，还有他贿赂官员的证据。第二天，财经周刊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，更加深入地分析了林建华的犯罪手段。很快，检察院介入调查，林建华被正式立案。同时被调查的还有李文华等几个收了林建华贿赂的官员。一时间，林建华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林建华被抓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开会，秘书小李敲门进来，兴奋地说：“林总，好消息，林建华被检察院抓了。”会议室里的高管们都露出了笑容。这段时间，大家都被各种检查搞得疲惫不堪，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好，我点点头，通知各部门，公司恢复正常运营。散会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风景。从被方家赶出门到现在，才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但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时，张律师敲门进来：“林总，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关于方志成，不，赵志成的身份问题。”张律师拿出一份文件：“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”我接过文件看了看，里面是王德华的详细资料。这个当年的院长，现在已经70多岁了，住在一家高档养老院里。他承认了吗？我问。承认了。张律师点头。当年他和一个护士有了私情，生下了方志成。为了掩盖丑事，他策划了那次报错事件。那真正的赵志成呢？找到了。张律师翻开另一页，他叫李志强，现在在监狱里服刑，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3年。
我看着李志强的照片，心情复杂。这个本来应该在方家享受富裕生活的孩子，却因为一个老头的私心，在孤儿院长大，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。赵铁柱知道这件事吗？我问。还不知道。我想征求您的意见，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我沉思了一会儿，告诉他吧，他有权知道真相。第二天，我和张律师一起去了赵铁柱的家。那是城郊的一个老旧小区，房子只有50多平米，家具都很简陋。赵铁柱看到我们，有些紧张。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赵师傅，坐。我示意他坐下，有件事要告诉您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我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赵铁柱，从当年的报错事件，到王德华的阴谋，再到他真正的儿子李志强的现状。听完后，赵铁柱愣了很久，然后突然哭了起来。我的儿子，我的亲儿子。老汉哭得像个孩子。他在监狱里，都是我没用，没能保护好他。赵师傅，这不是您的错。我安慰他，您也是受害者。那志成，不，那孩子怎么办？赵铁柱问。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我说，我想先征求您的意见，要不要告诉他？赵铁柱擦了擦眼泪，告诉他吧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这些天相处下来，我挺喜欢这孩子的。他知道真相后，愿意继续叫我爸爸，我就当他是我儿子，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我被这个朴实的老汉感动了。他明明是受害者，却还在为别人着想。那您的亲生儿子李志强，我会去看他的。赵铁柱坚定地说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，他都是我的儿子。当天下午，我们找到了方志成。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他什么呢？王志成。他和赵铁柱住在一起，这些天明显憔悴了很多。从富二代突然变成工人的儿子，这种落差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。志成，过来！赵铁柱叫他。方志成走过来，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有件事要告诉你，赵铁柱说，关于你的身世。当方志成听完整个真相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您是说，我不是您的儿子？他看着赵铁柱。对。赵铁柱点头。你是王德华的儿子。方志成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这要看你自己的选择。赵铁柱说，如果你愿意，我还是把你当儿子；如果不愿意，我也理解。方志成看了看赵铁柱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后说，爸，我愿意留下来。赵铁柱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不过，方志成转向我，志远哥，我想向您道歉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这些年我对您的伤害。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，但我还是想说，我看着这个曾经陷害我的人，心里已经没有了恨意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他已经承担了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我说，好好生活吧。方志成眼中含着泪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3个月后，林氏集团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。在我的管理下，公司不仅化解了林建华留下的各种危机，还开拓了几个新的业务领域。南郊项目顺利竣工，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地标。项目的成功也让我在商界站稳了脚跟，大家开始认可这个年轻的董事长。这天上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文件，秘书小李进来汇报，林总，有几个人说要见您。谁？我问。方建国先生和林美华女士，还有一个年轻女孩。我愣了一下。方建国和林美华我理解，但那个年轻女孩是谁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几分钟后，方建国和林美华走了进来，
后面跟着一个20出头的漂亮女孩。志远，林总。林美华的态度很恭敬。打扰您了，有事吗？我直接问。是这样的，方建国清了清嗓子，这是我们的女儿方小雨，她刚从国外留学回来。我看了看那个女孩，我记得方家确实有个女儿，比我小3岁，从小就被送到国外读书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。你好，方小雨主动伸出手。我听爸妈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，我和她握了握手。你好，我们今天来是想当面向您道歉的。方建国说，这些年我们对您的不公，小雨也有责任。我有什么责任？方小雨疑惑地问。因为我们太偏心你了，忽略了对志远的关爱。林美华说，都是我们的错。方小雨听了，看向我。林总，对不起，虽然我不在家，但爸妈说的对，我确实享受了本来属于您的关爱。我摇摇头，这跟你没关系，你也是无辜的。谢谢您这么说。方小雨笑了笑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我想应聘到您的公司工作。方小雨说，我在国外学的是企业管理，刚刚拿到硕士学位，我有些意外。你要到我公司工作？对。方小雨点头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些唐突，但我是认真的。我不要求特殊待遇，就按照正常的招聘流程来。方建国和林美华也看着我，眼中带着期望。我考虑了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工作？以你的条件，应该有很多选择。方志成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无辜的表情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？这明明是你从公司转账的卡，怎么能说是我的呢？方宇，我看着这个女孩，感觉她和方志成完全不同。她的眼中有真诚，也有决心。好吧，我点头。你可以参加下个月的校招，和其他应届生一起竞争。如果通过了，就可以入职。谢谢，方小雨兴奋地说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方建国和林美华也露出了笑容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我问。没有了，方建国说，我们不打扰您工作了。三人准备离开。方小雨走到门口时突然回头。哥，林总，您会原谅我们家吗？我看着他，想起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，从被赶出家门，到发现真实身份，再到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人生的起伏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原谅是需要时间的，我说，但仇恨更没有意义。方小雨点点头，眼中闪着泪光。我明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